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记。最近在航天上没什么特别热门的消息，趁着这点空余的时间，我来填一个我以前挖下的坑，给大家好好讲讲什么是高超音速导弹。想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得首先搞清楚导弹和炮弹、火箭弹的区别。我们知道，弹药的进化过程是从实弹，也就是石头做的炮弹，到铁弹，也就是铁做的炮弹，或者是铁砂做的炮弹，再到最后在铁弹中装上一定的火药或者是炸药，使它能够产生爆炸，再往后就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炮弹。后来为了让炮弹的射程能够更远，给它增加了火箭助推器，就形成了火箭弹。再往后在火箭弹的基础上给它加装了控制和制导系统，就形成了现在意义上的导弹。当然，现在的炮弹和火箭弹也有简单的控制系统，比如美国的铜斑蛇激光制导炮弹和俄罗斯的红土地激光制导炮弹，以及像中国的 A100 这样的检控火箭弹。但是它们对弹药的姿态控制能力比较有限，和导弹呢相差的比较远，所以呢一般还是把它们归到炮弹和火箭弹的类别里。所谓导弹，其实就是一个具有高能的控制系统和制导系统，可以在飞行过程中调整自己的飞行轨迹，以精确地命中目标的火箭弹。导弹可以具备自主导航、锁定目标和智能制导的功能。火箭弹呢，一般不具备制导系统，一旦发射之后，轨迹不可更改，或者即使是对于检控火箭弹而言呢，它的飞行轨迹也只能进行很小幅度的更改。说起导弹的分类，我们一般可以按照飞行轨迹、作战任务、发射射程、发射平台还有目标等进行分类。按照飞行轨迹，我们可以把导弹分成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按照作战任务，我们可以把它分成战略导弹、战术导弹。按照射程，我们可以把导弹分为短程导弹、中程导弹和洲际导弹。按照发射平台，我们可以把它分成空射导弹、面射导弹和潜射导弹。其中，空射导弹又可以分成空导弹、空地导弹。面射导弹呢，又可以分成地空导弹、岸舰导弹等。最后，我们还可以按照被打击目标来对导弹进行分类，比如反辐射导弹、防空导弹、反舰导弹、钻地导弹等。今天我们要谈到的高超音速导弹，主要指的是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这两类。谈完了导弹的分类，下面就让我们从导弹和火箭弹最明显的区别、制导和控制系统的角度来看，导弹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过程。从制导方式上看，最初的导弹使用的都是最简单的制导方式，就是惯性制导，也就是在导弹上安装陀螺仪，利用陀螺的定轴性来控制位于导弹上的翼面和舵面，实现制导。在二战中，德国的 V2、V1 导弹都是采用了这种制导方式。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们为导弹加装了地形匹配和电视影像匹配，还有激光、雷达、红外等制导模块。但是这些制导方式都是建立在惯性制导的基础上的。一般来讲，惯性制导用于导弹发射的初期和中期，而地形匹配、电视景象匹配、雷达、激光还有红外导引头一般用于导弹飞行过程的末段，所以呢，也就被称为末制导。这种惯性制导加末制导的制导方式，也就被称为组合制导。后来，人们又在惯性制导加末制导的基础上，在导弹飞行的中段增加了星光制导或 GPS 卫星制导，这样形成的包含了初段的惯性制导、中段的星光或者是 GPS 制导，以及末段制导的复杂制导模式，也就是现在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通常使用的组合制导模式。组合制导模式的广泛采用，使得导弹的命中精度大幅提升。这就是为什么在上世纪60、70年代，弹道导弹的原概率偏差通常是几百米甚至几公里，而现在的弹道导弹即使是洲际导弹，
原概率偏差也只有几十米甚至是几米的原因。在实际使用中，导弹如果仅仅是靠惯性制导和中制导，那还好说，导弹和弹头在飞行的过程中无需减速，直接飞向目标就可以了。但如果想让导弹在飞行末段还能对飞行方向进行修正，使弹头能更准确地命中目标，那弹头最后阶段的飞行速度就必须受到弹头修正能力的限制，否则由于飞行速度过高，弹头还没有来得及做出足够的修正就已经落地了，末制导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不管导弹在飞行过程中的速度有多快，具有末制导能力的导弹在接近目标前是一定要减速的，减速的幅度越小，说明导弹的控制能力越强，机动能力越强，也就越先进。了解了这些之后，就让我们再来看看到底什么才叫高超音速导弹呢？实际上，高超音速导弹至少有2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就是在大气层内能以超过5倍音速的速度飞行。第二个要求就是在大气层内以上述速度飞行的时候，还能在横向或者是垂向做出大范围的机动，特别是在横向。在即将开始下面的讨论之前，我先向大家补充几个弹道导弹最大射程和最大飞行高度、最大飞行时间和最大飞行速度相关的小知识。大家请看屏幕，屏幕上显示的就是在弹道导弹的最大射程为 L 的情况下，最大飞行高度、最大飞行时间和最大飞行速度与射程 L 的关系。根据屏幕上的公式，我们就可以算出，如果一枚弹道导弹的射程达到了2000公里，它理论上的最大飞行高度是400公里，最大飞行速度也能达到3162米每秒，这大约相当于是 9.2 倍音速。即使考虑到实际使用中能量的损耗，弹头载入的速度也超过了7马赫，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明白了，在射程一定的条件下，弹道导弹的飞行高度、飞行时间和飞行速度，我们再来看看前面关于高超音速导弹的2条要求中的第一点，也就是在大气层内能以超过5倍音速的速度飞行。根据前面的公式，我们可以得出，理论上只要射程超过800公里，弹头载入时的最大飞行速度就会超过5马赫。如此说来，所有的中程、远程弹道导弹不是都可以算作高超音速导弹了吗？结果当然不是这样。事实上，真正能让一枚导弹成为高超音速导弹的要求是在第2点，也就是要让弹头在命中目标前能够以超过5倍的音速做高速的机动。就比如俄罗斯的匕首导弹，它其实就是在俄罗斯陆基近程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的基础上增加了一段助推器，再把发射平台由发射车变成高速飞行的米格31或者是图 22M 而已。有了飞机平台的飞行高度、飞行速度和助推器的加持，匕首导弹的射程从俄罗斯自用版伊斯坎德尔的500公里增加到了2000到3000公里。匕首的射程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差别，是与其发射高度、发射时平台的飞行速度密切相关的。但即使按照2000公里射程来计算，匕首导弹弹头载入后的最大飞行速度也超过了8马赫。而匕首导弹的弹头采用了更接近于旋转体的流线型尖锥体的外形，这种弹型常见于上世纪80、90年代，具有一定的机动能力。但由于没有升力的辅助，因而这种弹型的弹头机动能力是比较有限的。同时，为了给机动修正留出足够的反应时间，弹头在机动修正前一般需要做大幅度的减速。像伊斯坎德尔虽然理论上最大的速度能超过4马赫，但为了让末修系统能够精确控制弹头命中目标，通常需要把弹头减速到2马赫以下。估计由伊斯坎德尔改进的匕首也差不多。这个速度已经和一般的战斗机的飞行速度差不多了，只要对普通的防空导弹进行适应性的改进，是有可能拦截这样的导弹的弹头的。所以像匕首这样的导弹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高超音速导弹，当然更不要说什么胡塞武装、真主党的高超音速导弹了。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高超音速导弹呢？首先说外形，真正的高超音速导弹一般都具有升力体的气动外形。目前已经服役的最典型的高超音速导弹就是中国的东风17和俄罗斯的锆10，试验中的还有美国的 AGM-183A 导弹。东风17是带有升力体，也叫乘波体气动布局弹头的弹道导弹，而锆10是带有升力体气动布局弹头的巡航导弹。虽然分属于两种不同的导弹类型，但那只代表它们的上升段和中段飞行轨迹的不同，它们的末段轨迹是类似的。只不过从公开的照片来看，东风17的弹头没有发动机，纯粹依靠惯性在大气层内滑翔，而锆10导弹配有冲压发动机。这虽然能进一步增强弹头的机动能力，但也增大了弹头的体积和红外特征。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依靠升力体的外形，这两种导弹的弹头既可以获得更大的升力，有更长的留空时间，做出更大范围的横向机动，同时它们可以依靠自己的舵面不断地改变自己的飞行方向，使得对它的拦截更为困难。不同于东风17和锆10直接把升力体弹头暴露在外面，美国的 AGM-183A 把升力体弹头置于导弹的整流罩内，这样做能够减少在起飞过程中导弹所受到的阻力，对导弹的飞行速度和射程有积极的影响。所以大家能够从屏幕上看到 AGM-183A 的飞行速度要远远的高于东风17和锆10。另外 AGM-183A 和东风17类似，没有为弹头配置发动机，弹头在大气层内的机动也是通过滑翔来实现的。较小的弹头再加上极高的飞行速度，这些都大大增加了 AGM-183A 的拦截难度。最后再谈一下射程，大家可能奇怪，锆10和 AGM-183A 导弹的射程为什么会远远的低于东风17？其实锆10和 AGM-183A 都是空射型导弹，它的体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要明显小于东风17。锆10的发射平台是图 22M 和米格31，而 AGM-183A 的发射平台是 B1、B52 甚至是 F15。连战斗机都能携带的导弹又能有多大呢？说完了外形，我们再来看看机动能力。东风17是能够以5倍音速进行高机动飞行，而锆10能够以9倍音速进行高机动飞行。到了 AGM-183A 能够以20倍音速进行高机动飞行，这样的控制能力差距，我想不用我多说了。我估计美国的这种把升力体弹头放置到导弹的整流罩内的设计，还意味着一旦 AGM-183A 导弹弹头实验取得成功，它还有可能被放到诸如民兵3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和3叉戟潜射弹道导弹中，这样就可以实现弹头的通用化和系列化。到那个时候，美国所有的洲际弹道导弹可能都会实现弹头的高超音速化。好，关于高超音速导弹，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不知道您在听了之后有什么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这里是土拨鼠杂技，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